心口疼，你知道吗？他们这叫谈判吗？啊，这不就是例行通知我们吗？就好像有一个强盗跟我们说，可不可以拿点钱花，不就这么个道理吗？想不想跟想打死他？老太爷，谁呀？外面来了一个年轻的茶商，送了拜帖，说想见见茶商会的人。这个人实在是太狂妄了，明明是银行，叫什么蓝雪呀？洪总，别，这蓝雪茶这名字挺好听的。来，我瞅一眼，看看这是谁。一点规矩都不懂，什么东西这是？哼！你的就叫。我们老太爷说了，他没工夫见你，正陪客人谈事儿呢。来，原帖奉还，请回。哪里来的客人？顾兄，李清兄，我就猜到了，想必就是你。行，别在这儿说，先走。你怎么刚到安徽来就得罪了那姓胡的家伙呀？那老东西是个死脑筋，他眼睛里能夹你。你听我的，找个时间，我想办法帮你俩说个说个。你这次是随你爹一起来的吧？在山西的时候，我把他得罪得死死的，指望着他来帮我，算了吧。也是。那这样，我还认识一些当地的茶商朋友，我自个儿掏一笔钱，让他们把你那些茶叶收购了。总之不能让你亏了吧？有你这句话，我已经明珠肺腑了。哎呀，只是我家这蓝雪茶呀，那可是千古的美女，要是只混迹在庸脂祖粉里边，我觉得未免太可惜了。来，蓝雪。如何呀？天姿国色，果然是知己啊，肯说真话。可能有什么用啊？北京的茶商都听我爹的话，你又把安徽的茶商会给得罪了。这么好的茶真是可惜，或者卖给那些蒙古人啊！蒙古人已经给我得罪完了。这怎么到哪儿都得弄得鸡飞狗跳的呀？你以为我想啊？我现在就是个茶农，我一家老小等着卖茶叶吃饭呢。那些收茶的吸血鬼把价格压那么低，那我怎么办？任由他们欺负啊？我看你是没路走了。我也想明白了，可能我这辈子就是没路走的命吧，我早就习惯了。你说你家主持的那个万茶大会，我这蓝雪茶能不能多亏？能啊，蓝雪夺魁，你这多状元，画马游街，高官得坐。哎呀，我看你这美梦做的是真好。你信不信我一脚把你踹湖里去？就知道讽刺我。哎呀，不过说起来，你要真的想进我们家那万茶大会，我可以想法子把你送进去。不过再往后的，我就帮不了你了。反正我没路走，我也不怕，就指着你了。爹，这是哪儿来的？爹，这就是那个蓝雪茶。
你倒是好心啊，帮他说好话。这怕是比1等的银行还要好呢。我觉得这里头有商机。嗯。我觉得呀，那姓胡的老头他也太霸道了。这么好的茶，就因为不合他的心意，说不要就不要了。要我说呀，咱们要是每年能把这蓝雪茶都放在咱们自个儿的茶行里，那岂不是？你最近很上心家里的生意，这很好。这么好的茶，如果我们专营专卖，也是件好事。可是它是古平园的茶，那就另作他讲了。为什么呀？我问你，如果我们拿了他的蓝雪茶，他会怎么样？我谅那姓胡的也不敢跟您闹翻呀。咱拿就拿了，他敢得罪李家吗？你说的也对，但是他会心生怨恨啊，因为折了他的面子。假如我们的敌手这时候跟他勾搭，那立刻就反了，我们多年经营的关系那就没了。再说他这个茶，一年有多少产量？我们几百家店铺啊，难道就靠它来维持度日吗？假设这些都不存在，我这么做，岂不是鼓励了像古平园这种哗众取宠的年轻人的气焰？有朝一日，他会不会跟我们平分利润，或者是干脆自己拿走卖，不跟我们合作了？这就像是项羽见到了秦始皇一样，想取而代之啊，很有这种可能。野心这个东西啊，它就像是心里的一团火，着起来容易，扑灭就难。人世间啊，规矩是第一位的。什么叫规矩？我是爹，你是儿子，我见客人坐着，你就得站着。如果连这个都没了，还做什么生意？送你7个字：芝兰当道也要出。我已经告诉京师所有的商人，不许买古平园的茶。你也不要搞小动作，让我知道不会饶你。参加万茶大会的客商，凭着户部发下的令牌，验明正身在即。万闯者，重刑！完了，你这朋友把咱坑惨了，他不来，咱们怎么进去啊？糟了，这回。谁关门啊？谁关门？哎，谁呀？放我出去！谁敢来了？少爷，就今儿一天，老爷下此命令，说您出去走半步路，那就是换头路。您哪儿换什么头路？你敢？人都认好了，我看这儿。你别愣着，你想想办法呀。这么大的王府，不可能只有一个门，咱们再找找，看看有没有其他门可以进的。往那边走。怎么了？您还问我怎么了？您为什么要把我像狗一样锁屋里啊？还拿木条把窗户都封上了。你真想知道？想知道。行，我说实话，你也说实话，谁也不许骗对方。一句假话都不说。好，我先问你，你今天早上出去干什么？
你要想听真话，你也必须得真话回答。古平原来了，带了他的茶叶，想参加万茶大会。我答应帮他，用我的腰牌把他送进去，但这已经失约了。你帮他？好，你问吧。您为什么不让我出去？苏小姐，那听说西边那个太后今天要到王府去参加万茶大会。明天我夹在你的商会里混进去，后面的事情不用你管，我保证不连累你就是。您保证什么？这可是诛灭九族的事情，您得跟我透个底。现在这位皇太后，跟王爷的关系如何？自然是视如心腹。嫂子跟小叔子是一家人，不是说君臣共治吗？你还真信啊？哪有君臣共治这回事？这皇太后一进宫就收了王爷最爱的闺女当干女儿带在身边，外人看来风风光光，其实不过就是用于挟制的人质。而且六王爷掌管总理衙门，皇太后不敢动他，倒不是有多看重，而是他挟洋人以自重，皇太后投鼠忌器。我听说明天万茶大会，皇太后心中不满，打算带着贴身太监进王府的后门凑凑热闹。苏小姐，皇太后的行踪怎么可能让外人知道？我的消息就是从她贴身太监口中买到的。我的计划是……苏小姐，停！我不听，我求求你了。好，别说了。他想神不知鬼不觉地用毒药杀死他。他告诉我，今天参加万茶大会的所有人，恐怕都难以活着出来。就这么简单。爹，你疯了！杀太后这种事你都干啊？你知道苏小姐是谁吗？不知道。你也大了。我现在把家里的底告诉你。你听说过宫灯大人吗？知道，军机大臣之首，又是古宫之臣，因罪被皇太后降旨杀了。没错。宫大人是太后的死敌，因此丧命。苏小姐是宫大人的独生女。我们李家能有今天，全仰仗宫大人。这么说吧，我们是账房先生，也是家奴。幸好这场朝堂之争没有波及到我们。你现在明白了吧？但是我还有一点不明白，宫灯大人已经死了，为什么这苏小姐还有那么大权势？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宫大人做了一辈子的首席经济大臣，门生故旧遍天下。他只会对南方的战争江南督府，封疆大吏，个个都是他的死党，权势滔天。你以为只有我们一家账房？你以为苏小姐会那么在意我们？她会随时把我们抛给朝廷。到那时候，反贼余党4个字会瞬间让我们家鸡犬不留。李百万，哼，什么李百万，就是千万万万，在他们眼里我们什么都不是。我过去没跟你讲，是怕你不稳当。
现在告诉你，你都记住了吧？我不知什么时候我会因为这件事死去，可能也包括你，或者亡命天涯。所以一定要谨慎再谨慎。像那种拍着胸脯讲义气的错误，万万不能发生。错都没犯出去，门儿都没出。女朋友种的茶叫什么茶？蓝雪，蓝雪茶。王爷去宫里赔罪，太后赏了他一罐蓝雪茶，让他好好品品。你那个朋友风头出大了。这是谁呀？怎么都找顾平原呢？你找顾平原呢？问胡老太爷安。哟，不是李万堂的公子李小哥吗？这是正是。您知道古平原在哪儿吗？哎呦呵，哎，你瞧你惹这祸，你干嘛你？都找顾平原。苏小姐在里头吗？不是，为什么不让我进去啊？哎，忙什么里头唱戏呢？哪有那么……苏小姐，苏小姐，我有事儿找你。苏小姐，下去吧。急事儿！哎，你们让我进去。别丢人了，让他进来吧。哎，大少爷来了，有何贵干呀？你把古平原弄哪儿去了？我知道你是谁。我是谁呀？你在平遥受辱，他难道不是你的敌人吗？你跟他哪来的交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就是担心他。哼，你还是担心一下你自己，担心你爹。真以为你是李万堂的儿子就太平无事了？这泼天的富贵，倾倒朝野的权势，一夜之间都能化为虚无。你就告诉我他在哪儿就行。真想知道？哎，先别回答，问你3个问题，到时候你还想知道，我自然一诺无词。这个人坏了我和你爹的大事儿，真想把他救回来？我想。就不想知道是什么样的大事儿吗？那天万茶大会，我也在，我知道老佛爷要来。我给他准备了一杯毒茶，被姓古的给冲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就这么冲了，下一次再遇到这样的机会，渺无希望。你救他，就是得罪我。你听完我讲这事儿，你都得担一半的责任。你把他救回来，你就是同伙，撇不清关系了。谋反大逆，何止杀头？何家9族都是寡罪。你还要不要救他？
我一定要救他。你这小子还真是不知道，那个女人要是死了，六王爷可以马上摄政，推广经商，扩大外交。到时候主持天下商界的人会是谁？你救他，就是妨碍你爹上位。真要救他吗？你说的这些大事儿，我管不着。我只知道，我就这么一个朋友，我一定得救他。古平原死了，大家都安静了，只有你惦记，没人在乎。这个人智谋算计、心力手段都在你之上，绝非池中之物。一旦他得了势，你根本不是对手。你要给自己留个底任吗？你想在这个世上留一个处处都高你一等的人活着吗？还要不要救他？回答我！李公子，谁呀？您是北京李百万家李钦公子吧？我们在山西见过的。我四处在找古先生，您知道他在哪儿吗？你认错人了。你是？我是常玉儿，常四爷是我爹，我们从山西茶商会押货至此。我想见他。我能相信你吗？你知道的，他为了救我爹是何等的不顾性命。我不知道他在哪儿。你告诉我，要是他已经死了呢？他若是死了，不会不同我告别。我没梦见过。你这么说，我倒是信了。他在极寒之地。李百万他老人家家大业大，我们也不是一天两天的关系了。要不，请老爷子出来调解一下？毕竟古平原的事情是他一个人的事，这把我们所有安徽的茶商都算进去，恐怕有点不太合适吧？对呀，他一个人的事儿，这匾可挂在茶商会呢，这话怎么讲？啊不是那个意思。这圣母皇太后啊，给我们这块匾，它不是我们求来的，这天上掉馅饼砸脑袋，没地方说理去啊！这还恨上我们安徽的茶商了，我们也委屈啊！对呀，理儿是这个理儿，可那些个茶商不干呀，赔了这许多银子，都让你们徽茶争了彩头。现在这世道，兵荒马乱，走到哪儿都得用银子说话。我们家老爷子的面子值不了那么多。我这次来呢，就是打算和大家伙商量一下，啊，今后如果还想和李家合作的话，这次春茶的价格打个折。这李万堂跟洋人有交情，这私底下订立了一个什么攻守同盟，哎，这些洋人今年1两茶都不收，这可就糟糕了。慢着点，老太后，我家虽然是世代种茶，可是我卖茶确实没什么经验，您得教我。这往年呢，咱们安徽茶有3个去处，第一呢是全国的茶店，2呢有一部分销往蒙藏、新疆，这第3呢就是绝大部分都运往广州，交由13行代销给洋人。咱们安徽全省的税银和老百姓的吃喝都在这上面了，这不是打仗了吗？朝廷允许咱们就近运到上海，可是今年上海的合约迟迟未到，这仔细一打听，才知道是让李万堂给劫了去了。他拿到了茶叶专营权，洋商不跟我们买卖。大家伙想来想去，这没办法，这是让我来跟你谈谈。你找我谈有什么用啊？我跟洋人又没打过交道。你跟我们不一样，
你好歹是个官绅，总能去斡旋一下，帮助咱们安徽茶商这个度过此劫。我做这个安抚使吧，确实要跟那些当官的打交道，但我自己本身不是官绅啊。您是知道的，我是宁古塔逃回来的流放犯，九死一生啊！好不容易又回到徽州了，能够过几天清闲日子，在家中服侍老娘，心满意足了。至于说到做官，或者像您这样，管着那么多茶商，我是真没这个野心了。承蒙您见谅。哦，原来是这样啊！那就打扰了，告辞。哎，老太爷啊，那李万堂这么欺负我们徽商，他到底想干什么？他说你这天下第一茶抢了他的风头，你要是不死，他就不安生。啊？他真这么说的？啊！我不死，他不心安啊！好啊！我就让他更不心安。这事儿一碗水端平了，老爷子在外头才好讲话。那您是说几折呢？咱们说呀，说呀，2折吧。啊，2折！诸位，不要着急啊，一个一个说。这天底下可不是只有我家老爷子会卖茶呀，你们做了一辈子茶叶生意，个个都是大行家。按理说，我就是赶着学也不够格。可就一样，李家蒙圣恩，代表朝廷，总管一切茶叶的外销事宜。这里头的一起一落，麻烦可就大了。借着朝廷的势力来逼人做生意，可不是英雄好汉呢。我一猜就是你。上次你通知玉儿他们过去救我，还没有来得及当面感谢。感谢就不必了。怎么，你下定决心要趟这趟浑水了？诸位，我看在古平原的面子上，原有的折扣加上1成。不过这也就到头了。你好大的口气啊，兄弟，我可不敢苟同。哼，那咱们就走着瞧。我在客栈再住上3天，然后就回京师。我等你们的消息。哎，听我的，来。各位，我请古先生来处理此事，大家伙儿都没意见吧？他要真仗着朝廷的势力，我怕古先生也赢不了啊。赢不了怎么办呢？去死啊！2折，全安徽种茶的人都把脖子扎起来，不要吃饭了。我觉得，无论如何，咱们都要和他们斗上一斗。这2折的价格是李万堂他自己定的，朝廷哪里管得了那么具体？李万堂手眼通天，长江南北这么多茶户，那些大茶商又恨我们，怎么个斗法呀？对呀，现在不像之前，不是只能通过广州13行去和洋人做生意。兄弟，我想跑上一趟。把这条路给他踢开，他李万堂能做到的，我们一样能做到。
我给你带了2罐这么好的茶叶，你却在那里喝酒。茶水这东西越喝越清醒，不如你陪我喝酒。来，尝尝洋人送我的葡萄酒。有这种好东西，尝尝。你若是喜欢呀，我这儿有的是，我派人给你送家去几桶。那你不如再帮我介绍几个洋商。我给你介绍，我爹不得活活把我打死呀？那我不成了吃里扒外？你爹每次对付起我下手都够黑的，怎么说我也是他晚辈。要我说呀，我爹对你可够客气了，一点儿都不黑。那万茶大会，我爹花银子跟泼水似的，好容易搭起个台子，嘿，结果整出戏让你一人唱。他那不是恨你呀，他是想生吃了你。我看你老兄这回捅了马蜂窝了，那么多的茶商，那么多的银子，全都便宜安徽茶商了。什么天下第一茶，我听都没听说过，你不跟我开玩笑呢？我爹昂首挺胸来了，垂头丧气走了，要让人说上一句哟，李100万原来也有靠不住的时候，那不会了，他不收拾你收拾谁呀？他没法交代。这安徽的茶商会怎么个意思呀？下定决心要跟李家翻脸？你爹也太狠了，2折的价格收人家的春茶，功夫钱都不够。这事儿啊，我做不了主。把话带到了算完。知道为什么让我来吗？3个字儿，找挨骂。这话倒是痛快，可不是吗？我这次来本身是打算找你好好较量一下，可现在这情况也太胜之不武了。下次等我有自己的生意的时候。那你什么时候才能有自己的生意呢？我爹说了，等南方克复的时候，把家里的盐业生意交给我，掌管南7北6，300多家盐店。其实也不用300多家，一家就行。只要我能自己拿主意，省得一天到晚跟他屁股后头老干这种找挨骂的活。哎，你上哪儿去？找几个洋商啊，难不成真让你爹给逼死啊？你谁都不认识，怎么找啊？海关总管赫德你认识吗？祥和洋行的理查德你认识吗？上海滩，你去过吗？要我说呀，你听我的，老老实实买根绳子，在我们家门口这房梁上吊死。我拿你尸体呢，给我爹去解解气，我保证厚葬你。等你有了自己的生意，你看我怎么收拾你！慢走不送啊！你也没说过要买船的事儿啊。See you again, my friend.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买船了？你到底是不是来忙活茶叶的事儿的呀？我现在不就是在办茶叶的事儿吗？哎呦，哥，你务点正业好不好啊？跑来喝了一通黑苦水儿，你觉得不好喝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好喝，好喝。赶紧回去吧。回去干什么？这事儿没办成啊，哥。那英国人都说了，朝廷已经把制办茶叶的专营权给了李家。李家要是不要，这今年安徽得上吊跳河多少人啊？怎么就叫办成了？你现在的理路越来越清晰了，不错。哥，你就别拿我寻开心了，你就跟我说到底有没有解决的办法。这样，你马上租一艘快船，明天天亮之前务必赶回去。
不可能，菜是风火轮也不可能嘛。你刚才没听那个洋人说吗？3天之内要让李百万交货。他现在人不在北京，我唯一担心的就是胡老太爷他耳根子一软，把茶叶给出了。那到时候在安徽可就没有咱哥俩的立锥之地了。你回去以后就跟胡老太爷说，再给我1天1夜，我一定帮他把这个事儿办成。1天1夜，就按原话说。那你去哪儿啊？我自然是有我的去处。那些洋人可以算计咱们，咱们一样可以算计他。之前吃亏就是吃亏在我们对他们的了解确实太少了。你看着吧，等这件事情过去之后，有的是大生意可以做。哎哥，你就给我透点底行不行啊？不行，时机未到啊。你放心吧，事成之后你自然就会明白。这个李百万再强的又怎么样？既然他现在不给我活路走，那就怪不得我了。我让你盯着姓古的那小子，他现在人呢？嗯？我也不知道，不清楚。老爷，留下来了，这么快？他答应先把地契压在这儿，这一家人天天抽大烟，我看也压不了3天，又要面子又受罪，何苦呢？今天晚上是不是跟胡老太爷有个饭局？是，老爷。你去跟门外那群人讲，让他们先回去，明天再来。哎，等会儿，爹，当时这边的事您答应交给我来做的，我今儿铁鸟刚来，您又来搅场，今儿这晚饭您要是吃，我回京师了，我撒手不管了。你去吧。生气了？古平原那小子去了上海，是不是你指点的？是不是？他根本就不懂大清海关岛是怎么回事，他就是个小小的茶农，从流放地逃出来的囚犯。我就不明白了，你跟他结什么朋友，续什么交情？宁肯败了自家的生意，也要成全外人。爹，您找人偷听我说话。这单茶的生意赚也罢，赔也罢，我根本就不放在心上，生意多的是。可儿子只有一个，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我就觉得，生意不能那么做。那生意应该怎么做？本来就不必要你死我活，天下的路要让天下人走，为何非要把人逼成那样？哎呀！哎呀，我后悔呀！我后悔应该让你继续的读书。你不是做生意的料。咱的家产，只要你不吸大烟不赌博，几辈子都花不完。也好，回京师吧。我给你请个老的翰林。把过去的书捡一捡，学个子曰诗云的，挺好。
爹，您是要让我从家里的生意上退出去？对，你不是做生意的料，你更不等大清。我不懂，您懂，您什么都对。古平原去上海，我给他支的招。这安徽我本身我也不想来。那些茶商手里的货2折收，那不是欺负人吗？那不是把人往绝路上逼吗？这做的什么生意？您手里头要是有兵，您直接派兵去抢啊，不是更方便吗？孩子，子不长兵，亦不长财，谁比谁的路好走啊？也就是说，我做不了生意，是因为我当不了坏人。这次来压榨安徽是王爷的主意，他气不过万察大会上被安徽人搅了去。你说我能心慈手软，放过他们得罪王爷吗？不会。王爷倒了，我跟着挨刀；王爷不倒，我才能是李百万。这就是大清。古会手，兄弟，在下有礼了。太甚云天高义，古平原拜谢。哎呦，哪里。哎呀，我来这儿还真不知道天下有这么大的船。哎，那老兄呢？他说想开洋荤，随着人家的船去趟印度。嚯，哎呦，那我赶紧去打个招呼啊！你们聊着。哎，顾先生，这个茶商会呢，宝贵一节，还仰仗顾先生，咱们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我是心服口服。这是4大恒钱庄出的票子，这个是出货单。哎呦，这一式数变的，我要是岁数再大点，非被你们玩死。哎，货到了，卸货。假装跟我说话啊，往我身后东边看，100万，那张脸呀，看那张脸的表情，比我喝2两春茶还爽。他好像要吃人一样。他也得有那胃口啊！总有一天，我要把这大船给买下来，把咱们的茶叶生意做到全世界去。舒小姐，好久不见。听你爹说，严正的事儿交到你手上了。我们俩打赌，我赢了。赢了吗？我很奇怪，明明你爹稳占优势，为什么要放过古平原？我爹说了，要给我留个敌人，留个对手。是吗？这么有远见吗？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呀？这个姓古的，我一开始觉得，难不成他是陶朱空在世，算乎一策？后来觉得未必如此。这次在上海，你爹让了他一把，让他声名鹊起。安徽茶商以他为首，
连洋人的生意都做得了。山西那帮大佬们又都听他的，我看你爹对他倒比对你还好上几分。奇谈怪论，奇谈怪论。我爹对古平原那是咬牙切齿，恨之入骨。这事儿咱们只做闲谈啊。你想想，你在山西开票号那次输了一手，你爹让你撤回来了。以李百万的身家，受一次挫就要认输吗？站稳脚跟还是很容易的。你这么一撤，让那家伙在山西站稳了。这次万茶大会，他又轻轻松松拿下了天下第一茶。虽说有运气在，可身后还是有人帮衬他。我把他弄到宁古塔，你爹告诉我，万不能让他在路上死了。这次斗争的这么厉害，最后时刻又让了他一步，就算是个傻子，也能看出点端倪吧？不可能，不可能！你说的这话绝无道理。苏小姐，你不会是我爹派来挑拨我们关系的吧？你也太高看你自己了。算了，既然傻傻不知情，不说也罢。江南盐政的事儿交到你手里，我倒是可以帮你，不过有些事儿你得帮我一次。我可以帮你，但你那些造反的事儿，可不许找我。瞧你胆小那样，天下不乱，你哪儿来的钱赚呀？记下了啊。苏小姐，你打算怎么帮我呀？我刚才说的话有没有道理？不知道。那你好好想想，这就是帮你。你爹这个局，连我都没看透。进来。什么事？爹，我刚才捋了捋手里头的地契，你要是歇了，我明儿再来。还有话？苏小姐找我了，她说到了南京以后，她可以帮我，但我也得帮她。我就是心里有点不安。不安？他做事滴水不漏，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难题，可以跟我说。他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我琢磨不明白，说什么？他说您每次都可以占尽上风，但偏偏要给古平原留一条活路。跟我说这事儿它不简单。这个事儿不简单，那你怎么看？我不知道。要拼命啊，得看对手。他不止，我不能因为一省的茶叶坏了我的大事，你懂吗？我明白了，爹。什么事都有取舍，做生意也一样。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拿下江南盐业，你就可以大显身手。为了打赢这一仗，让我跪下都行，认输算什么？
我懂了，爹。给嫂子问安，礼亲，有礼了。给兄弟还礼。哎，咱们是兄弟，交情自然与他人不同。你就进去说一刻钟闲话吧。嗯。是你本事大，我就知道你肯定饿了。哎呦，香哦，好吃啊。太香了。慢慢吃。抱抱。你好好吃，不够了跟我说啊。我再去厨房帮你偷。帮我偷？谁啊？谷大爷，您兄弟礼亲要走，然后跟您说句话，告个别。哦，知道了，马上来。我跟他说几句啊，马上就回来。快去，快去！哎，你别吃饱了就睡啊，等我。知道了。春宵一刻值千金，我是不是耽误你好事儿了呀？这叫什么话？那朋友还千金难买呢。九帅来了，他们让我去做梁江总督瑞林的参谋。你想问的是这个事儿吧？南京的局势现在很复杂，这个地方现在凶险万分，各方势力都在，打下半壁江山，谁不想进去插一脚，分一杯羹啊？不过九帅血战经年，又岂肯把利益拱手让人？我看他推你这么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主出来顶刀的，真是歹毒。你们李家也想在南京插上一脚？当然，我爹受王爷之托，要拿下南方的盐政，毕竟这是一大块肥肉。盐政乃是天下财富之根本，拿下盐政，确实是高招。我来之前，我爹说了啊，这事交给我来办，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凡事你要让我一让。好，我答应你。你说这话吧，虽然我不信，但这么说也不枉我们兄弟一场。为什么不信啊？我接了这差事，才开始认真的想。九帅他看上你，要用你，我爹他是知道的。他之所以把盐政的事情交给我来办，不是因为真的信任我，而是觉得把我搁这里头，你做起事情来会碍手碍脚一些。这些人拿我们当卒子玩。不过有句话，我想说给你听：哪怕将来有一天，我们兄弟真的反目成仇了，但生意归生意，我不会害你。我也不会。
古先生，请。啊。公公大人到！大人。啊，诸位少礼。武先生到了吗？学生在。哦，不称属下，称学生，是何道理啊？傲近乎吗？我只不过是一介草民，实在不敢自称是大人的属下。不过我早就听闻大人是翰林院的老前辈，又是闻名于朝野的理学大师。我虽然被革了功名，但一直以读书人自居，所以自称是学生。哦，没有功名，这也不算什么啊。孔圣人、孟圣人，哪个有功名啊？啊，不过这话我倒喜欢。是。说到理学嘛，那可是惊天伟地的学问呐。夫子曰：“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在于依天理灭人欲耳。”江南之乱，就在于理学不兴。曾湘湘打完了仗，拍拍屁股上朝里做官去了，留这么个烂摊子让我在这儿补锅。几十万人马呀，驻扎在这两江地面上，管本大人要吃要喝，哎，这就叫禽兽。大人，我们家从京师运来的银两，今日已经交割了。不知这江南的盐田和盐店的地契，何时可以兑现？孟子曰：“何必言厉呢？”你听听，你听听，孟子都说了，别老盯着那点盐，再等等啊！大人，标下有一主意，我们血战拿回的这些盐田，可以分一部分赏给下边的士兵经营，要不然这些士兵们就会说，他们拿命换来的东西，却让这些奸商们过来发财，这心里啊肯定有气。奸商，我们家地契都是偷来的、抢来的。老百姓死了这么多，谁知道这地契是真是假呀？哎呀，就那么点盐田，够分的吗？啊，给谁不给谁呀？圣人说了，天下之事，不患寡而患不均。大人，你少在这跟我废话，去。大人，可是这可什么事啊？啊，朝廷瞪着眼睛盼着军队遣散，军队呢瞪着眼睛盼着赶紧发银子，好回去买房子置地娶媳妇儿，盼得眼珠子都红了。哎，你们要是在这儿经营盐田，那咱还遣不遣，散不散？啊，什么主意这是？这退下去！这打了10几年的仗，军队穷，老百姓更穷。我知道，你们都不愿意亏待了手底下拼命的那些弟兄，想早点给他们发钱，回去抱儿子逗孙子去。哎，所以呀，我才请来了李新公子还有古先生这些年轻的商界翘楚来给咱们出出主意。只有南京繁华了，老百姓口袋里头有钱了，税能征得上来了，这才是正办啊，哪能夺百姓之财呢？啊，再说京城李万堂李百万，那是本都的好友，他派公子前来做买卖，买盐田，那是两江的福分。以后你们不许再说这样的话，为难他啊！大人英明。诸位少礼，咱们一样一样的说啊。现在呢，有10几个国家的洋人行公文到两江，一来呢是要求恢复他们的教堂，二来呢是要在这儿做买卖。自打南京条约签订之后，各国都要求平等经商，这是国家1000年未有的大变呐。究竟该怎么做，也没人知道。哎，
你们哪位做洋务有经验的，可以去谈一谈啊。大人，我愿意一试。哦，李公子，啊，你们家做过洋人的生意，哎，可是古先生也做过，不如你们俩一起把这事情接了，也好有个照应啊！啊，是啊，大的原则就是平等相待，不卑不亢。请大人指教。对洋人不可用天朝上国的那个腔调，妄自尊大。他们的那铁甲舰和火炮可不是摆设，哎，也不用一味的怕他们。合理的事情，该办就得办。至于做生意嘛，在两江地面上做生意，你们去做，就一句话，只许赢，不许输，给洋人立个规矩。不能让他们胡来。李乾，你是朝廷的候补道，传官音去。是。第二个是嘛，朝廷下了旨意，要恢复盐铁专卖。国家税赋大部分来自于盐政，所以得赶紧统算一下江南一地，这盐田有无地契。所有人是否还活着？有多少家盐铺？现在江南7省盐比米还贵，这是绝对不行的啊！除了他们2位，剩下的人赶紧下去分工，把各省各县的情况摸一下，别耽误了朝廷的差事。你现在住的那客栈里头呀，墙都是透明，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盯着你。你知道吗？现在这老家伙要玩斗鸡，让咱俩先弄个你死我活，等咱俩都没劲儿，他更不可能把盐田吐出来。你有店铺，有地契，都是你真金白银买的，你怕什么？朝廷要跟我讲道理，我当然不怕呀。那问题是他不讲道理，那手里这东西，跟一坨废纸有什么区别？看这个地方，实在太凶险了，你真的别往这里扎。你倒我愿意，他把我全家都弄来了，现在不进这个斗鸡场都不行。咱们得想个招，不能让那个老家伙把咱们给玩了。但愿你说的是真的吧？你看，这老东西够厉害的吧？咱们还没有进斗鸡笼呢，已经开始互生疑心了。对啊。According to the Nanjing Treaty， 根据《南京条约》和《望厦条约》的内容，我们认为在商业开放的格局下面，各国待遇应当平等。我们目前在商业问题上没有办法进一步深入，这对双方而言都是损失。尊使大人指的深入是哪个方面 ？What do you mean by going further? Okay, going further, but it means we have capability. 像蚕丝、纺织生意、茶叶生意、药材生意，我们有资格，也应当被允许来到中国做独立投资。我们来做我们的纺织厂、银行和药铺。Is that right? 独立投资，我们目前还没有足够的权限。此事可能需要你们到京师的总理衙门去，两江地面上目前没有人敢做主。我们有自己的纺织厂，就像江南，有很多缫丝厂。They have textile factories, and there are many furniture factories in Jiangnan as well. Okay, let me show you something, all right? Bring it up. Let me introduce it today. This is my honor. 在这里啊，有幸向各位介绍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
珍妮纺织机，它是英国兰开郡詹姆斯·哈格里维斯以他女儿命名的，它是伟大的工业革命的开端。它可以同时纺织80个纱锭，后来历经改造，现在以蒸汽为动力。Well, we have this kind of 300 machines, 300 factories working in Cape Town. 现在在开普敦有300家纺织工厂。It's a monster. 它并不是一台机器，这是一只怪兽。相信我，整个中国的产丝都没有办法去喂饱它。由它纺织出来的布料高密度、廉价、优美。那是不是等这只怪兽进来，我们江南7省的丝工都不用吃饭了？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We need a lot of workers. And pharmaceutical business. 他说他们可以过来当工人。我们还有药业、印刷业、制造业、冶金业，我们需要大量的工人。欺人太甚！你们这是商业谈判吗？自己说叫商业平等贸易自由，这算什么？把中国的厂子都搞垮，把中国人都买去做苦力吗？跟他们生气没用的。总督府就是因为没有办法，才把皮球踢给我们，我们就这么回去了。他们能有办法吗 ？Okay, and what's your final word after this negotiation? 还是请你们给一个最终的答复，因为这是最后一次谈判了。我可以马上给他答复，但是我要确认一点：所谓机会均等，是不是代表我们的商人到贵国去做生意也是完全被允许的呢 ？We have the equal opportunities. Does that mean they also can do the business in your country as well? You are welcome in London and Washington, the African colonies. 他说欢迎你们去伦敦、华盛顿，包括他们所有在非洲的殖民地。机会是均等的，上帝永远会把钱给最贪婪的人。让他们少来这一套。这个不用翻译。我还想明确一点，他们想要经营的这些行业，若是在国内已经没有商机了呢？ For the industry you want to operate here. You are officials. You are not a business people, then. 他说你们是官员，不是商人。哦，你告诉他，在他面前的这2个人不是什么官员，是如假包换的大清商人。他们想要的丝绸业、药业、茶叶，在我们国内都已经没有再投资的空间了。就算江南可以网开一面，最终他们还是会无功而返。你们先走，来。给他们气得心口疼，你知道吗？他们这叫谈判吗？啊，这不就是例行通知我们吗？就好像有一个强盗跟我们说，可不可以拿点钱花？不就这么个道理吗？想不想打死他？哎，走，回上，你搀着我。